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1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上期视频，阿哲有2个观点：第一，标普必须突破关头阴线才能抄底，否则容易再次探底；第二，比特币来到关键变盘点，加上神级九转信号，这里小心高点的出现。目前来看，市场确实如此。现在要开始特别注意，美股可能只有出现破位阴线，才会是真正的行情机会产生。同时，微软也进入了左侧抄底区间，我们可以多加关注。现在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0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有关目前市场指数的一个环境观察。如果指数一直保持下跌，没有产生低点机会，那么任何的一个上涨，任何的一个反弹，我们的买入那么都要特别小心。所以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我们会特别的困难在做多方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读懂指数环境方向，什么时候真正有机会，而后再去抄底买进。所以我们在读懂了指数之后，才会看到第2和第3部分是关于个股的分析。这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威、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的视频当中的目录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所以阿哲的视频一般会偏长时间一些。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个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也同时设置了一个时间轴，把每一个内容都标记清楚了段落，您可以随时跳转段落去看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不过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最好是不要跳过的，因为这是最关键、最核心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先看到今天的指数环境的分析，当前的市场依旧在下跌，而后在22,138这里出现了反复的反弹震荡，但是你会发现整体它的高点还是在往下移动的，它的低点也是在倾向于下移的，所以22,138点这个支撑位，阿哲认为它的撑住。所以对于22,138点这个支撑位，阿哲认为它能够撑住的概率是偏低的，因为一个支撑位如果有效的话，不应该被反复试探，并且还被实体不断的去试探。因为一个支撑位如果有效，它不应该被反复的去刺破，反复的被试探，所以这个地方它可能只是暂时停顿，那么它的目标可能将会是下一个地方是21,841，那么这个目标也是我们暂时定为如果碰到容易产生巨大反应的一个支撑位。我们来再看到今天的一个新值的技术。所谓的新值技术是我们很久之前分享过的一个知识点，至少有2-3个月应该是没有讲过。上一次讲阿哲印象当中应该是在上一年的11月22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盘前视频是有讲过新值技术，也讲过当时这里有一个空方衰跌点可以去抄底买进。那么这个新值技术其实和神级九转有点类似，它也是通过股价的上涨和下跌，在左侧去判定市场可能有一个上涨时多头的衰竭高点，或者说下跌时空方的一个可以抄底的空方的衰跌点，有点偏向左侧的技术。但是它这个技术跟九转不完全一样，所以前期这一波下跌是没有神级九转的，但是有这个新值的技术9，所以市场在这里这一波反弹，当时我们是有提醒过抄底的。好，那么这一次走到这里，它又将出现这个技术9。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应该知道了怎么去数这个新值技术，如果是新同学可能还不太明白。那么我们现在教大家怎么去数。就市场当中有左侧技术和右侧技术之分，一般右侧技术以道氏理论为主，认为市场的一个转势一般会出现比较复杂的一些结构，比如说趋势线的破位啊、下跌破位的反弹啊、确认趋势的反转，这种叫右侧技术，一般确定性会比较高。假如这里有一个下降趋势线，是吧？我认为要突破，而后回踩不破，走出这种结构再看涨，这种叫做右侧去判定底部的产生。而如果想要提前在某些低点就发现机会，而去先布局左侧仓位，去越跌越买的话，右侧是做不到的。我们必须要通过左侧的技术。所以左侧技术告诉我们，上涨时可以去发现市场的一个高点，那么你要通过多方力量的衰竭来去发现。下跌时同理，你要去提前发现低点的可能性，那么你要通过下跌的衰竭点来去发现。那么如何通过新值来去判定市场的一个衰竭点，怎么去计数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技术规则。这个跟九转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技术规则我们用之前这个案例再讲一下。
市场要先见到一个高点，这个高点我们一般最好是波段高点，小高点一般效果一般。这个地方我们标记为波段的高点，那么它就是一个0号 K 线。0号 K 线如果它的低点被跌破了，这说明一个空方的宣泄行为。好，破左跌，好，只要破了，不管是收盘最低，破了就行。破了就标记技术1，跟九转的1是类似的，标个1。好，这个1出现之后啊，我把这个1的低点再画一个横线，再做一个新的技术。价格走势后续反弹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没有破就还是1。当股价反弹没有创0的高点，往下再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记为2号技术了。2号技术它可以再反弹都没有关系的。好，只要2的技术再次被跌破，这个地方就是3的技术。3技术再被跌破，这里就是一个新的第4根技术。每个技术 K 线都是新的一个参照点，这里再被跌破，所以这一根 K 线是5号 K 线。5的低点再被跌破，则是6号 K 线。6再被跌破，则是7号 K 线。7如果再被跌破，则是8号 K 线。8如果再被跌破，则是9号 K 线。这是当时我们在这里所讲过的新值技术9的一个算法，这也是一种左侧技术。他认为市场当出现下跌时，如果是一个短期调整，或者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洗盘，它正常会在新值技术3的地方产生止跌再次启动机会。而如果它不是普通的洗盘，而可能是砸盘，正常会来到技术6，而后再出现衰竭点，出现机会。那么往往一个上升行情它不应该出现的技术是多少呢？是出现技术9。所以当一波行情出现技术9的时候，一般预示着它容易产生比较不错的反弹行情。但注意了，如果是上涨行情当中出现一个技术9，一般也说明这一波下跌它不是简单的短期调整，很有可能是针对之前中长线上涨的一个中期以上的级别调整。所以这种9后的下跌，它后续的上涨一般来讲是反弹，为的是继续的一波调整。所以当时这一波下跌，我们对于它的抄底机会定义的也是一波不错的反弹行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波上涨后，它是没有去破之前的高点的，而市场也从之前的当天上涨走弱了。所以技术9一旦出现有空方衰竭的机会，大概率事件，但也大概率告诉我们这一波上涨行情已经被破坏，已经被影响，容易走弱、走震荡、走下跌。好，我们再借此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一个前高的这个高点，我们把它标记为0号 K 线，新的0号 K 线。低点是不是被跌破了？所以这个地方是1号，1被破，这里是2，2再被破，这里是3，3再被破，这里为4，4再被破，这里为5，再被破，这里是6。你会发现是不是在6的地方也产生了一波反弹？那么6的地方再次被破，所以这里是7，7再被破，这里是8，8目前没有被跌破，所以一旦8被跌破，则产生的就是9。那么9一旦产生，是不是跟前期一样，是一个我们类似于9转的一种左侧衰竭点的提示？那个地方一般来讲，大概率会有越跌越买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更加保守一点，也可以等待出现新值9之后，出现反包阳右侧再去买进，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更加安全一些。但9后越跌越买，理论上是可行的，当然结合重要支撑位会更好。比如说出现新值9的时候，是不是刚好破了左边低点，顺便出现了底背离？同时，如果能够在9之后回踩21841，那么有支撑反馈，那个时候越跌越买，是不是效果会更好？所以当前离新值9还差一次破位，离左侧的底背离是不是还差一次破位？如果只是破位产生新值9，那么阿哲认为是反弹机会，但是可能机会不是很大。如果出现新值9之后，顺势出现我们前期视频讲过的底背离，同时触及这个支撑位，出现影线等等的，那个时候越跌越买，认为机会会比较大，行情会比较不错。所以当边行情跌下来，到目前为止，它其实没有出现特别好的一个反弹。所以下次你跟阿哲说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更不错的反弹能够做的呢？阿哲认为新值9后市场容易产生，到时候是一个机会。所以当前没有9出现新值之前，那么我们可以先观望，先关注后续的任何反弹。它如果还是跟之前一样高点在降低，一般来讲可能蓄势的就还是那一个破位触及支撑的一个行为。这是阿哲对于目前指数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日内的变盘点。所谓的日内变盘点，就是阿哲更加细致的一些预判了。刚才所讲的更多的是波段方面，可能偏中期的关键点位。如果你是做短线的，或者说近期有做日内的同学，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日内的一些变盘信号。
目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15分钟图表的左侧有一些变盘点的书写，这是阿哲在每天的美股开盘之前会写到的盘前广播信息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内容。阿哲会把每天日内15分钟所预测的一些变盘信号、变盘时间，先提前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在盘中去观察锁定的变盘点所产生的一些反馈，而去进行一个交易的执行，或者说买卖的参考。只要您是我们的粉丝订阅同学，或者说您是我们的财神同学，应该都看过那么类似的盘前广播的信息。这是我们近期最新的2个变盘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17号的时候，2个变盘点分别是9点45和1点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在9点45时，是不是在3月17号是见到一个高点，而股价下跌，跌到1点附近，产生一个低点反弹。所谓的变盘时间，阿哲认为在本级别图表当中容易出现高点和低点存在的一个地方，结合价格的变化，然后去判定的高点和低点形成。所以变盘点往往会在高低点附近。那么像3月18号的盘前所解的2个变盘点，分别是9点45开盘的第一根 K 线，它是一个小低点，而后在第2个变盘点是2点，我们会议之前的半个小时，那么这里是一个变盘的高点附近。所以这些都是变盘高低点所产生一个地方。那么像昨天这一个2点的变盘高点杀伤力，结合消息面的影响，所以就比较大。接下来阿哲要公布今天盘中第1个变盘点。今天的第1个变盘点是我们在11点的时候，当然这个11点是阿哲这边香港时间，当然如果是其他地区的，记得换算一下，它也是美东时间的11点。一旦到美东时间11点的时候，大家就要相对小心这一个变盘时间点。如果是在上涨当中遇见它那附近，就容易是高点，除非在出现之后继续出现强势上涨阳线，才有可能去规避这种高点变盘。而如果是下跌途中，正常就是变盘低点。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是不是讲过这个变盘点是不是如果是在上涨当中遇见的，大概率就是一个变盘高点。后续如期也确实出现了近期日内的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高点变盘。而每天的变盘点一般会有2到3个，那么具体今天所有的变盘点，阿哲会在每天的盘前广播当中会去书写和发布，目前还没写好，录完视频之后阿哲就要去写了。以上就是我们的第1部分关于日线相对比较大级别的一个分析，以及第2部分关于日内的一些变盘点的一个描述和使用的教学，以及第1个变盘点的揭露。希望今天的这2个部分依旧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照常点上您的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有所宽裕，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给点击评论区为阿哲视频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照常支持。如果是新同学，阿哲除了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评论之外，也希望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大家可以点击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是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学技术分析，一起交流美股行情。如果您想不错过阿哲的每期视频，那么您也可以顺手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点开之后，阿哲以后每次有更新视频内容的时候，他就会第一时间用弹窗的方式告知您，您就不会错过了。只要您在电脑前就行。也很感谢大家的订阅支持。如果您是新订阅阿哲的同学，阿哲对于新同学一般会有一个新生的欢迎福利。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会有4重福利赠送给各位。其中的第1重福利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您只要找到阿哲助教，就可以跟他领取我们今天的一个盘前信息了。在目前视频当中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您跟助教说一下，您是新同学，是新生，需要我们最新的4重福利，他就会告诉大家是哪些福利以及怎么领取。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叫日线的趋势分析。当前我们知道左侧有可能面临一个衰竭点，但还没有出现。那如果右侧要出现什么信号，才有机会使我们更加安稳的、安全的交易机会呢？我们来看到日线的趋势分析。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呢，是阿哲一个常规使用的趋势分析模板，叫做上海趋势图。那么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当中日线图的一个趋势，它是什么表现？它其实就是一个中长线还处于多头的牛市市场，但是在中短期已经处于长时间调整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您的交易周期是长线投资者，那么这一波调整其实对于您来讲，它其实并没有太多影响。因为只要这一个图表当中的这根白色线龙门线，它只要是保持向上的，所以目前的美股其实还处于一个极大概率的牛市行情当中。如果它是选择向下的，说明目前大概率是一个长周期的熊市行情为主。
所以在右侧的市场当中，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长时间都是稳定向上爬升的一个动作，包括目前哪怕经过了中期调整，它其实还是一个相对向上的。所以中期的一个行情走势趋势来讲，所以长期的投资者对于本次的调整应该影响是不大的。但如果您是常规的散户交易者，那么你的交易周期可能是短线、中短线，那么这波调整对你的杀伤力就是蛮大的。您的成本可能已经是处于亏损，或者说这波下跌已经让你大幅的回吐利润，所以这波调整对于很多的中线、中短线投资者来讲是很明显的一波下跌。那么如果您是属于阿哲刚刚所讲那个周期的一个投资者，那么您就要特别注意了，在这一个趋势指标当中有一个指标叫做彩虹带，这个彩虹带是一个中期投资者必须要看的一个指标，只要它处于一个黄色的状态，你要注意你所持有的仓位应该有所降低，你所做的做多行为应该要开始变成谨慎，因为它代表市场转为了一个中期或者说中短期的空头序列、空头趋势。任何的一个长期的趋势行情都是从中期、短期转变过来的，所以每次出现短线的调整、中线的调整，都要引发你的关注。那么目前的市场一直保持着这种黄色的飘带，说明它已经很长时间都处于这种中期偏空头的环境。也就是说，在这一个环境当中，你的整体多头仓位早就应该降低了。而如果现在你的仓位还是很重，这波调整一直以来没有引起你的重视，那么你要注意，您之前的交易风格可能有点过于激进，或者说您对于市场的调整有点过于麻木，以及太过于放松了，这需要引起我们去警戒的。那么，假如您之前已经是逃顶过，或者说已经减仓过，目前手中有持股的，那么当前要怎么去看？除了刚才所讲的左侧思路之外，还有一种相对安全的右侧思路，就是您可以等待这个飘带转为一个紫色的时候，这个压力被有效突破的时候，那么再去择机买入筹码、买入股票，那是一个最为安全，阿哲也认为很可靠的一种方式。当然它会比较晚，也会让大家错过一些抄底的机会。但你其实会知道，一波行情如果真的反转，它的机会其实远远不止底部或者顶部的那一小撮行情。比如说像前期也曾经出现过长时间的空头的序列，叫空头的行情。这波行情之下，你任何以为是底部的低点，其实后续都被证明大概率都只是反弹低点。那么这一个低点其实也很少人能够把握，并且一直拿到现在，这个可能性很低。所以这一个地方，你说你一定要去把握吗？它通过左侧、通过九转等等的，是有机会买到的。但一买到不一定能够买很多，买到也不一定能够拿多久，你一张可能就卖掉了。第二，这种左侧买点对于心理的考验，对于技术的一个考验是比较大的。所以正常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讲，就认为右侧有时候可能会更加合适。什么叫右侧？在这个飘带还是黄色的时候，说明它是一个多头的左侧行情。任何的买点就是左侧相对风险的，市场没有见底之前你就买进了。对于右侧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它就有机会是一个多头的右侧确认性行情。你只要在右侧行情当中择机寻找回调的买点，安全性的回调买点即可。而后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一波上涨行情，真的有行情来了，你其实怎么样都踏空不了。每一次你到了这个地方，你觉得你踏空了前面一大波行情，你到了这一个高点，你觉得你把前面的行情都踏空了，但其实它往往还有很多的行情留给你去把握。但就怕的是，你每一次都踏空，一路踏空，一路不敢买，等到最后真的到高点时才去买，那时候才是最可悲的。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这里真的如果能够反转，是吧？真的是一波走势趋势能够转折，那么它必然会转为紫色飘带，而后会给到你再次进场的机会。如果它转紫飘带没有再次进场机会，说明就是一个反弹；如果它连紫飘带都没有转，那么说明它连反弹都称不上。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行情，对于右侧投资者来讲，真正耐心的人，你完全可以等待它转为紫色，再去把握后续更大概率的行情。因为行情真的有的话，它是不会让你踏空的。你只要敢买，它是不会让你踏空的。最怕的就是那根本不是一波上涨的行情，它只是一波诱多的行情，亦或者是最怕的是你在后续确实转势了，你反而不敢买。没有转势之前你敢抄底，转了趋势反而就嫌高了。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它能够突破这个飘带。飘带的上沿是22,693.4，所以这个价位当前就是一个压力点，价格往上突破转紫带回踩，只要不破这个价位，这附近就是一个右侧比较好的高概率的买点或者说加仓点。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是同样的分析。当你的股票处于紫色飘带时，
那么当下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做多时间。如果是黄色飘带，亦或者是黄色和紫色不断交错的震荡行情，那么那种行情下做多就会比较难受会比较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手中股票究竟是什么一个情况。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指数当下的一个分析，分别是星值左侧的技术和日内变盘点，以及日线右侧的一个分析。希望这3个维度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和考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不过在此之前，阿哲还需要再次的明确告知一下，如果您是我们今天刚刚点击订阅的新同学，那么您可以跟朱老师领取到的福利分别是有以上的这4种，大家也可以截图保留，而后发给助教去分别领取。第一重福利，您只要今天是刚订阅的同学我们的上海趋势图，刚才阿哲所展示的那个趋势分析模板，也是阿哲基本都在用的，用了很长时间，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指标模板。您可以获得1周的体验权限，您可以去好好分析手中持仓目前处于什么趋势环境，是否有出现买点。在后面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去找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买点和卖点，这方面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结合学习。第二部分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盘前的解析。每天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去写；美股开盘之前，阿哲就会发出来给大家去关注。美股开盘之前，阿哲就会进行一个编辑完毕，发给各位财生或者是我们的新同学去看，分别有空间的点位预测和时间的预测点。第3就是我们的技术分析的知识课程了，这个内容是专门针对如果您对技术分析感兴趣，可能学的不多，或者说还不能够用于实战中的一个同学，您都可以好好听一下我们每周内部不公开的一些直播内容的一些直播知识课程。比如说本周我们会讲到一个美股交易避坑指南，这个课表我们每周都会有更新，每周的内容都会有一些迭代，每周的内容都会有一些升级迭代。所以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视频的，您除了本周的一个课程可以去参加，或者说领取回放学习之外，下周您也可以跟助教去报名参与我们周2到周4每天早上10点的一个课程。不过下周的课表会在后续才更新，本周的课程还在进行当中。而如果您除了技术分析想要学习之外，对于美股期权如果也有兴趣，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也会提供相对应的一些学习的课程。我们也有专门对于美股期权非常有研究和实战经验的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进行学习和掌握美股期权的一些策略的使用。像本周我们美股期权老师所安排的课程分别有这4大块内容，比如说在盈利的时候仓位的利润锁定和放大的策略，在手中股票被套的时候如何去解套和做成本的优化，以及呢在空仓下把握机会以及做双向的博弈，最后就是具体用策略去实战了。那么这4部分内容也是本周的期权课程，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去参加，去跟助教报名。期权课程每天香港时间下午的5点，大家这个时间是有点不一样的，大家记得去选择观看。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粉丝订阅同学的4重福利了。那么很感谢大家能够订阅阿哲。如果订阅之后您想要领取4重福利的，都可以在视频目前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找到助教跟他领取就行，或者在我们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在评论当中阿哲也发布了一条置顶评论，在那条评论当中有朱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同样也能够找到助教，这2个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本视频的第2部分，关于个股解析。那么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特斯拉的一个整体走势是一个破位了我们的上升通道的一个过程，而且破位之后是不是长时间是走震荡的，所以当下的特斯拉相对来讲是左侧面临一个支撑，但是这个支撑被反复试探。我们刚才也多次说过，一个支撑点如果被反复的试探时，一般这个支撑被破的概率是比支撑得住的概率是要高很多的，所以当下破位的一个可能性是要远高于支撑有效的可能性，除非这里能够出现一个状态，就是不破位而后出现快速的站回通道之内，那么这里将会形成一个可能是黄金坑的地方，但当下一直都是往下倾斜，并且一次反弹还带有长上影线强顶分型的动作，昨天又是一个乌云盖顶负阴线，所以当下的空方比较强，多方还没看出能够走出快速站上通道的可能性，所以目前这里就小心一点，有左侧的信号，有衰竭点，但是右侧迟迟不出来，所以这种地方就千万不要随意去做越跌越买的操作。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特斯拉目前的一个左侧信号是什么？它其实在这个地方有出现了2个酒后的13，就是技术13，这是
九转之后，迪马克先生所延伸的另外一个衰跌点，那么这个衰跌点会更加进一步的去洞察市场可能衰跌的地方。曾经在这里有一个9后13，市场出现了一波反弹，但可惜没有借此出现一波破飘带走出右侧的一个行情，而是再次被这个黄色飘带所压制，继续走下跌。有时候左侧衰竭点确实有机会是一个低点，但这个低点很多时候是下跌当中的反弹低点，而想要成为反转点，必须要有那么一次左侧低点后确实能够转势破飘带，转为止带。否则，这些左侧低点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些反弹低点，包括之前的九转的9号的一个低点都是如此。那么当下又来到了9后的13，这里有一个新的13，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衰跌点，人家这里也确实震荡了，没有加入下跌。但如果它迟迟不出现破飘带，转为止带和右侧出现确实的筑底信号的话，这个地方的衰竭它只是在等待空方的再次进场，空方只是休息了，并没有消失，多方没有来。所以有时候衰竭点只是空方歇息而已，并没有说多方就一定会进场，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考量的。所以左侧出现的时候，左侧的地方告诉你可以买进了，但我们如果作为散户交易者，尽可能是左右侧搭配，更多的仓位放在右侧。所以当下我们最好还是关注一下上方是否能够把压力突破。目前这里是有一个龙门线和飘带的压力位，一旦你的股票处于这种结构，我们就要注意了，它必然是一个强压力区，在这里买，你一买就要面临上方就是一个压力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买在压力附近，而是买在压力破位之后转支撑的地方会更好。它说明底下至少有支撑，上方它的压力短时间没有。这个时候你做单的时候，你的止损位、你的盈利空间其实就会比现在好算很多。否则你说我在这里买了一根阳线，我往上一看就是压力位，那我怎么去算盈亏比？我就算这个1-2个点吗？那我何必在这里买？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合开单了，它的空间离得比较远。那么像之前这里它有个9后13，至少人家当时是踩到了龙门线，是吧？有一个长下影线，离这个飘带比较远，你完全可以在这里设买入，而后以飘带，而后以龙门线附近作为反手做止损。往上看飘带附近为第一目标，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点我们的策略所在，是吧？这盈亏比短线还是 OK 的。你在这种地方去买进压力，一往上就压力，这种情况下，你的盈亏比很多时候是不合理的。所以这种地方正常来讲，我们就先等待，等待它的空间打开会更好。那么这是阿哲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目前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它其实还是偏弱的，之前出现了上涨上冲的时候，它都是出现10日新或长上影线，而后第二天就转跌。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是不太认可，就说明多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诱多。如果它出现这种上影线10日新之后，能够快速的反包阳线，那还说明它是一种盘中的图中的洗盘，它还有更高的目标。但如果它出现这种 K 线弱势之后，确实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转弱的，正常就说明真的弱，它不是一个诱多行为，或者说可能性会比较低。好，所以当下来讲，就说明前面的这个缺口希望被补了，但它的压力是有效的，所以目前往上补了缺口往下跌，这种动作就小心空方顺势可能要走这种趋势下降的一个结构，之前的空方的这种多空博弈的震荡区间有可能要被打破了，市场可能要转势，是吧？这种要小心，要风险要防范的，这也是我们之前所强调的。一个震荡行情维持的时候还行，但你可以做低吸高抛，但一旦发现空方好像明显比多方要变强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就是震荡转下行。那么如果这个结构是往下要去选择，那是不是说明之前这一波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上行通道的震荡，而这个震荡只是一个反弹，那选择方向往下，那是不是要对应之前的这波下跌？这是要去小心的，它不一定会出现，但一定要有这种预期。在这种预期之下，在这里再去做相对的买入，是不是不太好了？就要特别小心一点。好，那具体的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些撑压点。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图表是不是跟特斯拉有那么一点点像？当然这里说像是短期的，它是不是也处于一个飘带附近，而后龙门线目前被破位，它是不是也算是上方又有龙门线又有飘带，所以价格出现这种结构，它属于空方的结构。什么意思啊？你做多盈亏比不好，但做空是比较好去算盈亏比的。我的空方止损飘带被击穿嘛，或者说飘带被站上嘛，那我的空方的盈利点是往下看左低之下，所以类似这种思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做空，只是说这种结构做多不太好。那价格如果要做多，你往上这里是压力，那你在这里做多或者收阳线做多，它的空间是不是又是被压制的？你必须要走出这个空间压制，而后往上才更容易看到一个远方的目标。
比如说突破了一个飘带之后，回踩不破走止跌阳，我往上看，一般是不是可以看到阴线的一半，大阴线的中轴？那至少短线是有一定空间的，还有一定的道理的，是吧？你的防守位就可以放到下方龙门线。所以整体做单时，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种盈亏比和这种风险支撑压力位的所处的地方再去下单。如果在这里去买入去加仓，那么是不是一不小心真的碰到空方结构的顺势？那你在这里就比较麻烦。你说我设止损设哪里？我设到这里嘛，那你的止损可就大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一些。目前是空方的结构比较多，你肯定是不好设置一些止损和止盈的。我们来看到它的整体的压力位，高位的压力就是这个飘带的上沿是 184.933， 飘带的上沿它是 184.993， 要注意每次上涨时这附近将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制。下一只个股，下一只标的，我们来看到比特币。我们来看到这个图表，我们上期就给它去画过的。目前比特币处于一个日线级别下降通道，而后周线级别是一个支撑位的反弹。周线我们就不讲了，之后周线如果有变化我们再讲。目前先讲日线。日线的变盘点有2个，也是上期所公布的，一个是3月17号，一个是3月28号。那么当变盘点产生时，又遇到了上升的九转，这就是要小心了。所以当下我们正常在这种上涨一波出现变盘点的时候，你不应该是加仓，应该是高抛。你不要说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结构上涨的突破吗？可能会看更高的空间。一般来讲，这种就比较的激进，不太好。所以遇到这种行情，我们要小心，它容易是反向的，容易产生变盘高点。好，那么依旧维持之前的预期，当下其实还是一个震荡，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周线的运线，之前这波下跌是周线的一根周 K 线运线，目前的市场还在这个周线的运线当中波动，所以往上走就容易遇到压力，往下有支撑，运线结构说白了就是一个收敛结构，最后再选择一个方向。所以目前方向还不明确，但整体它是有点偏向上，是吧？近期整体力度还可以偏向上。那么接下来你要关注什么？关注3月17号这个高点变盘之后股价的下跌力度。如果它是走震荡调到3月28号，那么有机会往上去试探一下运线的高点。如果往下调，力度正常，它不应该破之前这波上升连阳的低点。如果不破这个低点，调到3月28号，那么出现明显止跌动作，那么这个地方有机会去把握再次一个短线看涨行情。但如果这波下跌很强，直接破了前面的低点，而后出现到3月28，那么这里很大概率就是走一波反弹了。所以这个要关注变盘点后的一个走势和变盘点下一个变盘点之前的一个走势。下一个变盘点3月28之前关注这个调整的力度，在3月28的时候大概率应该为低点变盘，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那么这是对于我们比特币的一个趋势和时间上的一个分析，整体趋势还是日线的下降周期、下降趋势。虽然短期这个震荡内有走强，但还是在一个震荡而已，它并不是一个趋势方向的改变，它只是一个周线运线当中的一个震荡徘徊。短线有走强，但是整体周线趋势还是向下的。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和比特币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扣位。当下我们看到扣位的一个图表，扣位目前很明显是一个下降趋势，因为它的中长线龙门线是向下的，它下方又是个黄色飘带，而当龙门线向下，你的飘带又是一个黄色的，一般说明它就是一个空头的序列。如果这种情况下伴随下跌而后出现蓝色 K 线，这个是我们山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超跌信号。白色 K 线和蓝色 K 线，它是属于超跌信号的。这个信号它出现的环境不一样，所代表的含义不一样。如果目前你已经找到助教安装了这个山海趋势图激活了，那么您可以注意，它一般代表一种买点的一个信号。如果它是一个龙门线向上，而后是紫色飘带出现了蓝 K 白 K， 一般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买点。而如果是一个下跌的白色线下降龙门线，飘带也是黄色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情况，你去做这种白 K 会好一点，它离龙门线比较远，离飘带比较远，你呢做的是超跌反弹，而不是顺势买点。所以曾经出现蓝 K 突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市场它容易有超跌反弹，是吧？蓝 K 出现突破超跌反弹，但是只是超跌反弹，因为整体还是空方趋势。像曾经这里有紫色飘带，但是它并没有在紫带这里去。但是紫色带附近的蓝色 K 线没有出现消失而后反包，所以没有买点。当产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破了很深了，所以这种地方它产生了一个买点，虽然也可以做买进，但是它涨上来的时候就转为黄色带了，就成为压力了。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市场反弹到黄色带，出现了这种黄色 K 线，
当出现黄色 K 线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到了一个滞涨的点，或者说已经超买了，你再买就有可能是追高。所以滞涨点加左侧有缺口、有黄色带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做反弹的直接高抛就行。至于后面涨不涨不管，因为做反弹，我们关键是能够赚到钱就行。短线反弹一般就不看太远，我们如果要看远，一般就是等它确实能够再涨，转为飘带、止蝕、回踩，再去看顺势的买点。那反弹一般就有利可图，一般就是低点到飘带的空间就基本足够，不要太贪，不要太过于看得太远。如果目前您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您还看不懂手动趋势的一个股票，那您可以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而后激活您手中的这一个，而后激活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模板使用。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最近的走势就相对复杂一点了，它也走出了一个九转下跌，而后相对的止跌。但这个止跌的力度我们是要关注，它确实九转衰竭了，有震荡有止跌，但关键点在于这个地方是否有右侧的结构性的突破或结构性的改变。它当前是不是下跌一波反弹往下又破了一个低点，是吧？所以结构还是向下的，反弹高点是没有创新高的，价格走势目前也还没有创新高的，所以它的结构整体还是偏向下。最好这个地方能够走出什么二次回探不破底，是吧？这种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结构会好一点？所以这里就做一个相对的趋势线，价格要往上有效破，而后回踩转止带，这种就是属于由左侧衰竭点再转为右侧加仓点。好，这个时候结构反转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地方迟迟不能够突破颈线，无法转止带，站不稳，往下破就不太好。昨天是个乌云盖顶，是个负阴线，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它的一个调整的力度。如果再往下再破低点，那其实就说明整体确实反转是失败的，左侧只是一个停顿。我们看到周线上，目前周线它是一个紫色飘带，说明整体价格走势是一个周线的上升趋势的短期回调，对于本周期来讲是短期回调。好，这个回调调到飘带有紫色有蓝色 K 线，说明它是一个好的买点。但好买点在周线产生不代表直接买，我们说这个买点必须要有一个动作，就是蓝 K 消失，目前消失了，蓝 K 反包还没反包，所以得要出现蓝 K 反包，周线确认止跌，那么日线正常来讲应该就反转有效，而后可以看一波周线的启动，这波调整就有机会结束。不过目前是不是周线还没反包，只是刚好出现蓝色 K 线，所以当下要看一下结构是否能够出现。如果能反包，正常刚才阿哲所讲的结构应该就产生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就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甲骨文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周线之前讲过，它其实在周线是临近一个支撑点，是中长线的支撑。目前它是有一个白玉 K 线，但白玉 K 线也是没有反包，所以这个白玉 K 线它是一个压力。价格走势走到这里，是不是跟比特币那些有点像，一根运线内震荡，所以它的方向是没有的，只是说下跌之后有个停顿，走了一个运线，但这个运线之中还没有选择方向，在这里震荡不是很强。看到这个周线的压力是 169.656， 看到日线上它是出现回踩，但它这个连阴回踩还没有出现买点。如果连阴回踩出现反包阳线，最好是强分型，那就更好。那么这种地方就是一个可以博弈的短线的买点，不过目前是还没有，因为它是连续的回调，还没有止跌。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受于最近这个比特币走势强劲，所以它很多也出现了上行。上涨的时候，因为我们判定比特币不是走出九转，还有高点变盘嘛，所以这些股票一般也会受到影响。昨天的下跌力度有点强，直接低开低走一根比较狠的阴线。那么当下它是一个什么动作？九转之后，9后13即将出现9后13。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再往下跌一跌，其实应该就会出现13号 K 线了。这个13号 K 线刚好在我们的飘带附近，那么这里容易产生一些止跌的一个机会。当然要注意了，左侧归左侧，这个飘带附近最好找什么右侧的反包阳线作为买点会更好。周线上来讲，它是一个破了龙门线之后，目前在往上反抽，而后目前临近了飘带的压力，所以在这里才出现了一些滞涨比较强势的反馈。我们看到整体飘带的下沿，它的压力位是 148.762。龙门线的压力在 171.935， 这是临近的周线的一个压力，所以当下从周线来讲，它的目标位其实至少到了第一个目标，所以看一下这个回踩止跌能不能再启动，才能看下一个目标周线的龙门线。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微软目前进入到了一个蓝 K 的地方，蓝 K 说明它是一个左侧开始超跌了，但是右侧要等消失反包的买点。
目前下跌进入到了一个神级九转的第6转，之前上涨九转出现了回落回调，是吧？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波左侧抄底机会，它不能去实体阴线跌破前面的这一个缺口，当然最好不要跌破，跌破就会弱1分，而后它就很容易跌破左边的低点。我们之前讲过，我们目前的一个左侧埋伏区域，其实之前这个底部的区间附近找止跌买点，目前已经有了止跌，目前有了一个超跌，等它消失反包，如果没有跌破这个区间，我们可以看一波中期的首次的左侧买点，后续再以前面这根阳线相对低位一点去做一个相对的止损即可，去博弈中线的一个反弹。如果这里没有出现买点，而是直接贯穿，或者说买点出现之后再往下贯穿这一个低点，那我们要下次再看的一个价位，可能前方这个缺口附近，这一个低点附近才有左侧的机会了。所以当下是第一次观察，如果这里就能止跌，这里就能撑住，那会更好更强一点。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小结构，是不是也是一波下跌反弹下跌往上2次回踩，最好2次回踩不要破低点，价格往上第一次买入之后看一下会给多少次买点，它要往上去过这个颈线，那么这种属于方向性就对了。如果它出现买点之后是震荡而后往下破，那就要止损，看下一次机会。左侧的一个交易区间，关键是在于周线是出现了白玉 K 线仿包，而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回调，所以把这里当做2次回踩，有机会产生的一个买点。所以当下我们主要是这么去看的，但具体布局要等第一次买点产生，然后我们再去观察是否会有更多机会。下一只个股我们会看到 AVGO 博通，博通其实目前也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每次进入到蓝色 K 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它是一个左侧超跌，而后等待右侧止跌买点即可，一般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出现反弹。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但这个蓝色 K 线出现的位置其实不算很好，因为它在龙门线之下，而后它又在飘带之下，所以整体来讲等待反包，它往上看，一般来讲这里就是首当其冲有一个压力，所以这个位置的蓝 K 的买点就差了一些，而且它不一定会有反包。目前跌的有点强，连续阴线下跌，一般来讲会有比较多的套牢盘，所以当下的趋势这种做多难度也会偏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但确实目前有蓝色 K 线，你如果做短线并且关注博通的，可以关注一下，这里一旦止跌反弹反包阳线，就容易出现反弹行情。但这波反弹如果比较弱，上不上飘带，那么往下的概率就会更大一点。我们看到这一个龙门线，我们看一下龙门线的一个压力，目前这个压力是 335.002 是最新的龙门线的一个压力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它其实目前也来到了一个9后13的地方。股市在下跌的时候，如果出现九转，它是属于汤姆迪马克先生关注的第一个左侧衰竭点，而第二个就是当九转后它并没有产生一个特别强势的上涨，那么汤姆迪马克先生还会关注的另外一个点9后13，关注这个点会不会产生一些右侧的信号或者说反转信号。当下9后13之后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反转1，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按照我们的买点来讲，作为左侧来讲其实是构成第一个买点，只是我们还是按照风暴比的一个算法，或者说整体压力支撑的算法来看，这个地方哪怕买它也不是一个能够大买的地方，因为上方就是个压力了。所以比较好的是能够站上稳固了，我们再去做加仓会比较好。这里只是关注点，它确实容易出现衰竭点。好，当下看一下上方压力，我们的龙门线是202.77，这里有左侧衰竭的一个地方的可能性，但是上方面临一个压力位在202.77，最好突破而后看涨。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HOD， 其实很多股票目前跌到现在，其实还是有蛮多有出现技术13的，像 HOD 也是有的，所以最近它也是一个震荡趋势。不过它出现的时候，它并没有买点，它没有反转的1，目前还是在一个下跌当中，所以它的力度比 AMD 肯定是要差的。它是不是离龙门线比较远，而飘带比较窄？所以当下有一种可能性，它要对于龙门线的乖离过远而做一个中期的反弹修复，而飘带目前是在收窄的，说明空方是在减弱的，就等待多方进场，只是多方目前还没有进场而已。这里是一个运线，右侧的买点可以是股价收阳线突破运线高点，而后飘带转紫色，可以作为一种博弈性的买点。我们看到周线上是一个下跌当中的另外一种九转信号，所以 HOD 走到这里是日线超跌，而后周线左侧也超跌，目前都有空方衰竭，就等右侧的一个信号了。右侧如果有信号买点产生，可以把握一波中期的一个反弹空间是可以去看到的。这里的周线的压力位是93.522，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压力，因为左边还有一个周线的缺口，
所以这里可以看一下，最好等待准确买点去慢慢的跟踪，因为左侧低点出现之后，右侧需要趋势跟踪。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PP 的结构它其实还是不错的。在一波下跌之后，它的9后13产生之后，是不是出现了连续阳线？这种就是右侧有一个反馈了。9后13左侧是衰跌点，而后右侧产生的机会，这就是对于左侧抄底人来讲，会不会有再一次的交易机会而已，是吧？9后13之后上涨9点9，而后了结一部分回调，找右侧的一个加仓点机会。目前右侧是回踩到飘带附近，而后产生了下跌的7转，还没到9转。那当下我们看到，目前飘带是没有跌破的，都是紫飘带，有蓝色 K 线，股价上涨回调，只带蓝 K， 所以当下等消失反包，那么则作为看涨机会，可以看一个左高或者说龙门线的一个压力，等待一个买点，右侧的买点。看到飘带上，看到龙门线，它是541.978，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结构是比较漂亮的，有机会是一个反向的趋势反转结构。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3倍做多半导体。这个股它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后超跌，同时伴随着一个9转反弹？不过它这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弱，很明显左侧低点产生之后，它这一波上涨是对于龙门线，它是对于飘带的一个反弹。最近是连续的阴线，力度不强，所以这个地方只能说做一个反弹，并且目前到了第一个目标位，收阴线冲高回落，是左侧的一种了结点。右侧它其实也算，因为它是冲高回落，有一点复线的感觉。好，我们看到它的下沿压力是55.495啊，所以这个地方再做多，最好等收阳突破才能够看下一个目标。所以目前来讲，日线这里是面临压力，而看到周线是回调之后有一个 IRK 线的反弹，不过反弹时它没有站上这个飘带上沿，所以目前日线虽然有止跌反弹，但其实力度不算很强。飘带的上沿站上会更加确定周线的一个止跌有效。飘带上沿目前是在55.005，就像前期的一个股价运行，是吧？上涨之后回调，回调之后止跌，是不是出现周线的反包，而后再重新回归到一个上行的行情？这一次周线的出现9后13产生了这一波下跌，所以目前这里如果不能够站上飘带，它有可能是围绕飘带的震荡，甚至还有进一步调整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要去小心一点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抄底。像这种左侧有低点，但右侧没有特别强势的上涨，它可能只是一次下跌中的反弹。我们再看到 Circle 这个个股上是独领风骚了，最近市场的下跌根本没有太多的影响。但这种股票对于趋势交易者来讲，除非你愿意追涨，并且承担追涨容易追到高点的风险，否则它没有给到特别好的日线的一个买点。至少从周线、日线来看是不存在特别好的回踩或者是支撑的一个买点，唯一回踩一下的就是在龙门线这里回踩了。所以这种股票既然不在趋势交易的模式之内，那么就哪怕涨了，这个也不可惜，等待它是否有机会回调找二买的机会。当下从周线来看，它还是维持在一个黄色 K 线上，所以整体股价走势就是周线的一个下跌反转结构，它已经构成连续的阳线，是周线连阳，所以周线连阳而后产生结构的破坏，甚至可能要去到这个高点附近，所以当下周线是一个相对的另外一个压力区间附近的一个黄色 K 线，所以这里如果产生了黄 K 消失而后下跌，反而是要找二次回踩一个机会。周线的二次回踩的一个压力或者说空间的一个支撑位在哪里？看到黄色飘带的上沿90.128，那么看到90.128，其实应该差不多是这波上涨拉升的一半左右，90.128就是左边这个高点附近，所以这里它是作为周线的黄色带，当然后续随着股价的推移，这个周线的飘带它会上移，所以不一定会在这里，它应该会有上移的动作。价格走势在这里如果产生了震荡或调整，找龙门线飘带附近寻找二次机会，阿哲认为是有的，那个才是模式内的右侧交易点。当前这一笔它只能算是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突然之间的 V 型反转，V 转的一个机会只能通过追涨去把握，不追涨那么就只能找回踩买点。我们看到龙门线的一个撑压点目前是在111.686。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 它现在又走到了一个9转，所以这个地方属于下跌当中的左侧衰跌点，它的9转还是相对有效的，规律比较明显。前期这里也是9转见到了低点附近，这里9转见到低点附近，9转高点，所以 Meta 的一个9转它还算是比较符合它的波动规律的。目前又到了9转，所以当下在这附近如果敢左侧越跌越买，阿哲认为是一个
还行的一个策略，但是这有点激进，有点风险了。右侧等待反包阳线等等的去博弈对飘带的反弹，阿哲认为是可以的，短线方面。但整体趋势来讲，还是一个黄飘带向下，龙门线向下啊，所以它整体还是空方为主，反弹之后还是有风险。看反弹的第一个目标639.929。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OKLO，OKLO 它的结构其实和我们前面所讲的微软它有点像。但是微软它是出现了一个右侧机会，但是像 OKO 它是没有的，但它这里还是一个支撑区，整体周线的支撑区，在周线上它也产生了一个超跌，并且它有机会是一个9转和9后13的地方。目前9后13还差3根周 K 线，所以有点时间了，所以这个地方抄底还有点早。第二次9转其实差不多也快到了，所以整体来讲可能还需要等。它这里还是一个周线的蓝 K。还没有止跌，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有不错的止跌机会，那么看上方的一个周线的反弹，也有74.716附近的空间，但它目前是还没有一个右侧机会，右侧的机会不明显。之前日线也有9后13，但这里只引发一个小反弹啊，后面就继续顺势下跌了。所以9后的一个13和这个9，它往往最好是顺势行情当中去用，比如说顺势下跌出现9，会比逆势下跌的时候的9要更加可靠。当下是有左侧的衰竭，但是衰竭之后是晃跌阴跌，我们尽可能等它一个右侧的机会。目前飘带的上沿它是什么？它是64.118。而后我们再看到 PLTR 它虽然没有启动阳线，但整体也比较强势，结构类似于 APP，但没有 APP 那么多的一个，但没有 APP 那么好，不过也不错。它连续的阳线上涨，出现了一个黄 K 运线，目前它是出现了运线之内的震荡，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样去做一个买进呢？因为它比较强，有连阳，所以你可以把买点放在运线的上沿。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放在运线的子线，因为子母线当中激进的买点是子线，保守是母线。但它因为本来比较强，所以你其实可以激进一点。如果一根阳线把左边的这个子线的高点突破，那么 PLTR 你可以做看涨，顺势指飘带看涨，目标位是龙门线。而如果能过，我们再去看更高的空间，龙门线的上沿是167.837，不过首先得要收盘价能过去这个158.440，再去做短线看涨。如果有压力，因为这左边有一个类似光头阴线，所以在龙门线附近这里是一个压力。你突破之后的买点其实就是短线有一定空间，但是周线来讲空间上就比较小。我们看到周线上是吧？周线其实刚好在飘带附近。所以它整体只能说先这个短线看涨，整体更大还看不了。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我们也看到它其实也是个黄色飘带震荡，目前是有启动阳线，所以这根阳线出现的时候可以作为买点，防守位可以把前面的底分型或者说用飘带做防守都可以。这一个地方的交易点位类似于加仓点，你可以这么去看，只是目前的比特币、以太坊等等的在调整，所以它也受到一定影响。不过整体趋势也是比较强劲的，缺口有2个都没有被回补，所以多头或者说资金应该是比较踊跃的。这个股票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趋势的上行，或者说周线的一个反弹。它目前是不是也是周线9转往上弹？但因为它的日线的结构比较不错，周线是不是也是连续的阳线？所以往上的空间可以看得远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飘带下沿目前的压力是207.549，那么如果更好能够过这个压力，是不是可以下一个看256.476？这附近还是有空间的，哪怕反弹也是能够有一定空间的。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啊，美光的话近期又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连续上涨，而后目前是不是有到了一个9转的地方？而从目前的情况来讲，9转是不是大概率形成？因为9转它得要比4天前高，4天前在5这里，所以只要不跌破5的收盘价，在这里产生就是一个9转。所以当前是连续的黄 K 过左高，这里是9转。这种除非你能够把握上涨突破黄带之后回踩反包，这个地方能够作为趋势的一个买点。其他时候这种地方其实就只能是追涨了，所以就比较风险。当然整体的美光还是处于一个风险区的，因为前面这里有一个9后13，这里也是个9后13。整体这波调整对于9后13来讲不算说特别的明确，或者说不太够，因为它是连续上涨了很多波之后产生的一波调整，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个中期调整，目前时间不是很多或不是很充足。当下上涨时过左高，快速如果收阴破，它就有点类似于2B 反转，就是道氏理论当中所讲的假突破，那么往下就应该还有空间，所以这种地方只能说
见仁见智的一个买点，就是否要去追的问题。但作为趋势交易者来讲，这种地方肯定是没有必要非要去买这种行情，或者说在目前的市场去博弈这种利润了。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相对盘整震荡一般般，实际上它的结构跟 APP 和 PLTR 有那么点相似，是不是也是上涨有羚羊，回调有止带啊，有止跌反包？但是如果要选，那肯定要么选 Coin 是吧 ？APP 或 PLTR 都行。像这个股票它毕竟有点乱，而且之前这里有2个大缺口，说明它这种破位行为是大概率有效。那么往上走，大概率缺口都不一定能够是吧，完全能够去突破。所以这种结构就没有之前所讲的那几个那么好那么漂亮，但是也可以看，因为它破漂带之后确实也有止跌反包阳线，所以你可以把止损放这里，买点放这里，这一份风险把握上方的一个利润也是可以这么去看的。好，目前的一个龙门线的压力226.401，在周线上来讲，它还是一个下跌反弹，并且反弹力度不算很强，有比较多的上影线，如果往下空间还是有的。龙门线离得还比较远，这是我们要去全方面去看一看的啊。以上呢就是3月1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